前世我嫁给负心汉，惨死。若有来生，我再也不要遇见他了。萧大人，萧雨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已经死了，葬在这连野狗都嫌弃的烂土里。你贵为权臣，半夜爬墙偷挖我的坟，这又是何苦？等我，青青，我带你回家。这屋子比心还冷，他的温柔从来不属于我。名门闺秀，竟也落得这般地步。小姐，快省省力气吧！姑爷正陪着罗侧妃赏雪呢，哪有闲工夫理你这将死之人？这就是我苦等3年的夫君。抬走，抬走！姑爷说了，找个后院破地方埋了，别惊扰了罗侧妃的喜气。你我只是邻居，5年来，我甚至未曾正眼看过你。萧雨，你为何要这样做？后来，他在老槐树旁建了一座凉亭，我与他在这里度过了1年4季。青青，今日在朝堂上，那张延竟还敢在户部的事上耍手段，我反手便让他吃了个闷亏。若是你在，定会嫌我这般算计人，不够清风霁月吧？老师，王太傅家今日又托人来提亲了，说是那嫡女仰慕老师文采，愿为婉拒了。告诉他们，本官心中已有人，这辈子再容不下旁人。青青，这天下终于太平了，我也算功成身退。这些年我攒了不少银钱，也不知在那边你可还够花？萧雨，你这呆子，为何守着这冷冰冰的坟守了1辈子？待我去矣，将我与庭中之人合葬。老师生前清苦，唯独对这老槐树下的邻居念念不忘，如今合葬，也算全了老师的一世痴情。后来，我与萧雨同穴而眠。碑文是他生前亲手所刻。小姐，小姐，您快醒醒啊！小姐，您可算睁眼了，快醒醒，大事不好了！这声音有些耳熟。小姐，你别发愣了，姑爷他带人回来了。香草，香草，真的是你啊，香草！前世，香草为了我，偷东西偷到我头上了，打！给我乱棍打死！小姐，粥，小姐要喝热的。小姐，您睡糊涂了吗？好好的怎么说这般胡话呀？您别吓奴婢啊！对了，小姐，大事不好了！姑爷方才从南方回来，直接带了一个身怀6甲的姑娘进府，现在正和老夫人在堂屋等着您过去呢。姑爷，这不是张岩前往南方修缮水局几个月之后带回罗山的那一天吗？可是，这是很多年前了，甚至张岩也已经死了。不，他没死，因为香草也还活着。我莫非是重生了？好疼！
知道您伤心，可姑爷他可能只是带个远房亲戚回来，您莫要多想。您快别笑了，您可别吓香草啊！我竟然重生了，虽然重生到的时间点刚好赶上张岩带罗珊进门，不算特别满意，但是只要活着，一切皆有可能。香草，你别担心。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前世挖我坟，又为我报仇雪恨，还吃守了我一辈子的萧丞相萧雨。你拿这封信去给萧雨。小姐，是那个住在咱们春风院隔壁的萧大人吗？没错，这封信你务必要交到他手上，然后就在那边等着他。等他？为什么呀，小姐？我们不等姑爷的处置了吗？前世香草为护我被活生生打死时不过16岁，想起此事我就心疼。今生我会护着他，让他平安顺累，让他长命百岁。香草，你今年才16岁，往后的日子我要你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、长命百岁。别多问，按照我说的去做，一定要亲手交给他，一刻也不要耽误。小姐，奴婢这就去。可是为什么一定要等萧大人？记住，你一定要等到萧雨，跟着他。我不知道今生的轨迹会不会有所变化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必须把香草支开。接下来的局面，我先自己解决。奴婢听小姐的。小姐，那您自己小心。夫君，姐姐是不是生气了？我是林家唯一的血脉，可没有什么妹妹。你莫要一张口就玷污了我家门清白。夫人，我奉朝廷之命去南疆一带修缮水渠的这半载，多亏了珊珊衣不解带的照顾。衣不解带，若是不解一带，怎来的身怀6甲？我林家出过2任太师，我爹更是探花郎。我林家100年的门风里，可没见过这等风流巡视。还未进门，无眉苟合，暗度陈仓。张岩，这种龌之举，若是传扬出去，你这个4品兵部侍郎还要不要官场颜面？怕是要被满朝文武嘲笑一辈子。那不如此事先隐瞒着，暂且不要声张。前世他趁着我伤心失神，先发制人说我3年不生，让我感恩戴德接受罗珊。如今我一个字的机会都不会再给他。隐瞒着，那就等孩子生下来，把他发卖了。什么？这怎么行？夫人，你为何这般恶毒？李氏，你别太放肆，真当我们张家好欺负不成？前世的这个时候，香草气不过，出言维护我，因为我还有个受宠的贵妃表姐，他们根本不敢动我，只敢动我的丫鬟，借此向我示威，让香草生生挨了10下掌嘴。这次我不给他们动香草的机会了。到底是谁放肆？张岩，你当初求娶我时，是在我祖父灵前发过誓的，你亲口答应此生绝不纳妾，绝不负我。当初你不过是个落选秀子，区区贡士，殿试落选，无路可走。是我祖父临终托付，是我贵妃表姐出面，才替你向陛下求来兵部库司一职。这2年，林家哪一次没有拉拨你帮衬你？张岩，你现在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，若没有林家，你能有今天的4品兵部侍郎之位吗？成人之恩不言相报，反而恩将仇报。张岩，这便是你的为人。可是你嫁入我张家3年，一无所出。如今珊珊怀有张家子嗣，我不该许她一个侧室之位吗？她进门是为了开枝散叶，我何错之有？姐姐，您别怪婆母和夫君，这侧室我不要便是。我本无心什么名分，只求日后能够伺候夫君和婆母，也伺候姐姐啊。前世他也是这样，骗得张岩心疼不已。
张岩大怒之下，虽然没合理，却将我和香草赶去偏僻的春风院。自此，我这个主母名存实亡。可我林青青自小出身显贵，让我去委曲求全做小府邸，绝不可能。张岩，你当初答应过我此生绝不纳妾，你为何要这般负我？我死也不同意！姐姐都是我的错，你要打要罚冲我来，不要怪夫君。林青青，你怎敢如此擅妒无情？把他和香草统统赶去春风院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出来。是。小姐，月钱被克扣了，厨房也不肯给衣食。继续断他的衣食，我看他能硬气到几时。珊珊，你起来！他这般冷势心肠，你不用求他。夫君何必动怒？本夫人不过是提醒一句，我朝律法写得明明白白，夫君若要纳妾，必须得经过正头夫人的手狠。我不点头，这偏门他便进不得。林青青，你别忘了，我朝同样有律法，擅妒无德，对宗亲不慈之夫人，当休。那你休吧。休什么休？休不得！妍儿，你胡乱说什么混话？你休了我，他敢吗？我表姐在后宫盛宠正浓，正是风头无两的时候。张家这2年能升官发财，全靠着我林家的门望和表姐的照拂。休了我，张岩这官位也就做到头了。夫君，求求你，千万莫要为了我休掉姐姐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该带着孩子回来。姐姐身为当家主母，虽然确实擅妒了些，成亲3年也一直生不出孩子，可她实是一点错都没有啊！她毕竟还是贵妃娘娘的心头肉啊！你要休就休了珊珊吧。是啊，妍儿，你糊涂啊！你若真休了她，咱们张家如何向宫里交代？听听，明着是求情，暗里字字句句说我无后的错处。夫君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刚才那股子休妻的豪气去哪儿了？你是在等我跪下来求你，好让你顺着梯子爬下来，全了你这有情有义的名声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想要台阶，做你的白日梦去吧。今日这陷阱是你自己跳进来的，只要你敢踏进一步，就别想再全身而退。姐姐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休吗？可我记得成亲期大典上，你对着林家祖宗牌位承诺负我，若是日后和离，由我带走所有嫁妆，并签下罪书；要么就准我用这把匕首亲手活剥了那个令你负我的贱人。夫君救我，救我啊！夫人，你疯了！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真要如此狠心吗？我狠心，前世就因为我不够狠心，才沦为主徒双亡；就因为我太懂变通，才被你们这对狗男人生生耗干了血肉。这一世，我绝不再做那种窝囊的冤大头。每每思及此，我都想给那时候好像脑子有坑的自己赏一个大耳光。我这匕首是陛下所赐，此言如皇令。我这一匕首下去，是先划花他的脸，还是一刀封喉？夫君，救我！救救我！夫君，你快救救我和肚子里的孩儿啊！姐姐疯了，她真的要杀了我们！这就怕了。刚才那股子以退为进的劲儿哪儿去了？林青青，你非得逼我休了你，你才肯善罢甘休吗？我逼你？张大人，你摸着良心问问，是我逼你与这罗氏在南疆私通苟同，还是我逼你食言而非，对着林家祖宗恩将仇报？那我逼你去吃屎，你倒是去吃啊！你粗俗！你是名门之后，竟说出如此市井之言，粗俗不堪！对，我不学你们，你们母子是不粗俗，所以能搞出一个还没进门就肚子大的贱女人，自毁诺言，以怨报德，宠妾灭妻，这天下的清高都被你们张家占全了！你闭嘴，恶妇！
你自己生不出孩子，还这么善妒，简直没脸没皮！既然你容不下珊珊，容不下我张家的血脉，那我就干脆休了你！我倒要看看，离了我，离了张家，谁会要你这个下不了蛋的黑心泼妇？是，全京城就你张大人最是个香饽饽。你心不黑，你有本事，那你就当着你这心头肉的面，马上写休书啊！今日你张岩要是拿不出这封休书，你就不是个男人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窝囊废！够了，写就写！来人，死哪儿去了？准备制笔墨，快！爷这是疯了吗？夫人可是太师府唯一的孙女，当年进门时那128台嫁妆，要是休了，可都得带走的。滚！拿着你的东西，带着你那股子傲气，滚出我张家！林姑娘，萧大人，本官今日巡视，恰逢林姑娘身边的奴婢前来告官，说你被夫君休离，恐在府中难以脱身。贵妃娘娘曾令本官多照看林姑娘，今日林姑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本官绝不推辞，也不能推辞。此番有劳萧大人亲自走这一趟了。你们，萧大人，这是我张家的家务事，您这刑部侍郎介入，怕是不合规矩吧？规矩？我刑部明文规定，凡正头夫人被休离，何该带走一切陪嫁嫁妆，包括眼部井然田产、铺子、丫鬟以及贴身财宝。林姑娘，你尽管前去清点。这账单哪怕差了1分1毫，本官都得替贵妃娘娘讨个公道。谁要是敢私藏，谁就得吃不了兜着走。青青，你听我说，这其中有误会。这么多东西，你一次带走，张家就空了。张大人。本官听闻你带了个身怀6甲的女子回来，还未行纳妾之礼吧？那你可要低调些，私通苟合，罔顾法团。一旦有人就此事呈上折子，往陛下前奏一本。张大人，你这仕途怕是要好自为之了。搬走，统统搬走！那对玉质花瓶是太师府给小姐的，还有那个屏风，搬走！这可是我张家的根基啊！林氏，你好狠的心啊！小姐，您瞧张家的那婆媳俩的脸色，活像吞了死苍蝇。这出气出的，奴婢真是觉得爽快。这只是个开始，属于我的东西，1分1毫都不能留给他们糟蹋。林姑娘，前方再走2条街便是太师府了，本官送你们回府。不了，太师府虽好，但我如今刚休离，不想给祖父旧部和表姐平添闲言碎语。我一介弱女子，此番清空了张府积蓄，恐是彻底得罪了张家。那张岩虽是草包，但张母向来跋扈，不如就住到春风院去。春风院？那是母亲留给我的陪嫁，就在萧大人府邸隔壁。如此一来，日后少不得要多仰仗萧大人相护了。如此甚好，能照顾林姑娘是萧某的荣幸。那便多谢萧大人了。奴婢春桃叩见小姐，奴婢春红见过小姐。起来吧，这些日子守在这院里，辛苦你们姐妹了。多谢夫人。留下一队人在四周巡视，若有张府的人来纠缠，
直接锁了送刑部。是。可前世，我曾想过，若有人存心离间，你们在这府里也待不长久。如今我离了张家，这身契还给你们。从今往后，你们是自由身，且月列翻1倍。小姐，您这是要把我们赶走吗？奴婢不走，日后奴婢一定尽心伺候小姐，忠心不二，报答小姐的大恩大德。并无赶你们走的意思，收好身契，日后在这院里好好当差。行了，都下去吧，让香草过来伺候我就行。多谢夫，多谢小姐，奴婢遵命。小姐，这地库藏的可真严实，除了咱们，谁也想不到都锁在这儿。张家那对母子现在恐怕还在翻箱倒柜找我的私房钱，这个开关只有你我知道，记死在脑子里。小姐，萧大人派人过来了，2尊门神守着，那张大人就是借个胆子也不敢来闹事了。林姑娘，我家大人说了，远亲不如近邻。今日姑娘新迁，大人特在府内备下晚膳，请姑娘过府共用。前世此时，泪浸透了这一夜，却不知隔壁的槐树下有人为我站成了无声的守候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萧大人府上的随从还等在偏厅呢。今日宴请，您到底要不要赴约呀？要的。他既说是亲睦邻里关系，我便不能失了世家礼数。香草，替我暖发吧。好嘞，奴婢定把小姐梳最端庄好看的妇系，扮得赛过天上仙女。小姐，您瞧这层层叠叠的，各式各样的簪插首饰都有。今日是去隔壁萧府，您要带哪只簪子压阵？萧雨，我与尔无冤无仇，而为何要收集那些莫须有的罪证，害我至此？张岩，尔通敌叛国，背弃黎民，叛国背民者，当诛！青青，今日我以他项上人头敬你，可欢喜？欢喜。萧大人，您怎么亲自过来了？莫非这账目……李大人，张府抄没的物件中有一只不起眼的青玉簪，可否匀给萧某？那簪子色泽极差，不过值个几10两银子。大人如今位高权重，为何？那不是银钱能衡量的，是故人之物。这簪子虽成色一般，但被小姐收得这么深，定是有说头的。香草，今晚就带它吧。大人，林姑娘来了。林姑娘，快请入座。这玉簪，大人不记得了吗？这只玉簪是大人几年前相赠的。萧某自然记得，原以为林姑娘早已将它弄丢，或是根本不屑一顾。这只青玉簪是大人高中状元不久之后相赠于我的，那时候我可胆大得很，还曾追着大人的马车问：我与公子素不相识，公子为何托人赠我如此贵重的玉簪？林姑娘不记得了吗？林姑娘在客栈帮过一个荷包被偷，遭客栈掌柜赶出去的书生。当日姑娘给那书生的银钱是20两，而这只玉簪恰好也是20两。20两，萧某记了这么多年，也等了这么多年，
只是这簪子送出去后，便如石沉大海，从未见你戴过。前世我与他在京中相遇时，已和张岩定了亲。那时候我满心满眼都是张岩，根本不晓得萧郎的一腔深情，又怎会怜惜这只平凡的玉簪？只不知前世萧大人替我报仇血战之恩，此生我又该如何相报？从前是大人与我不甚亲近，青青面袍薄，总不好平白无故就带着。往后日子还长，大人若肯仔细些看，当可发现，其实我心里是极为欢喜这只玉簪的。大人，菜都要凉了，快请林姑娘入座啊！对，林姑娘，快请入座。大人可是觉得热？许是今夜的晚风微燥，燥的人乱了方寸。春桃，这个时辰，隔壁萧府应该已经动身准备早市了吧？回小姐，奴婢刚才打听过了，萧大人府上的灯火已经亮了半个时辰了。那你现在过去请萧大人，就说我初到春风院，备了一些清粥小菜，邻里之间理应礼尚往来的。小姐，大人还要急着上朝，这个时辰去请，大人会来吗？他会来的。林姑娘盛情，萧某若是不来，倒是显得生分了。大人言重了，不过是家常小菜。今日我想进宫去看看我表姐贵妃娘娘，只是昨日搬来的仓促，春风院还没来得及购置新的马车和随从，不知萧大人上朝的路上可方便捎我一趟？当然可以，萧某本就是顺路，林姑娘不必客气。前世我竟从未发现，这位铁面无私的刑部侍郎，私下里竟如此纯情。萧大人，方才在院里瞧见大人的随从个个身手不凡，可见大人治家极严。可我总觉得奇怪，像萧大人这般一表人才，年纪轻轻便高居侍郎之位，京中司幕大人的姑娘怕是如过江之鲫，为何至今还未成婚？萧某一生所愿，所取即所爱，若非所爱，则不当取。听大人此言，莫非心中早已有了所属之人？是。那张岩虽是草包，但休妻离家，终究对女子名声有损。青青，你当真可想清楚了？想得透透的。那刑部侍郎萧大人今朝亲自送你到宫门口，还特意给本宫递了话，说是因为我之前百般叮嘱，他才对你亲护有光。是，萧大人确实是这么说的。这萧大人啊，在外是个铁面无私的冷面阎王，到了你跟前，这谎话倒是编得圆润。我看他呀，怕是说反喽，哪是受本宫之托，分明是拿本宫当幌子，上赶着献殷勤呢。我又怎会不知呢？萧瑜对表姐的照拂，从来都藏着私心。表姐初进宫得宠，身为嫔位时，被陈贵妃栽赃陷害，是萧玉拼死查清真相，才还了表姐清白。前世萧雨曾以为护她登高，却不知最后还是将她送入火海。娘娘，我有重要的话要跟您说。你们都退下，没本宫的允许，谁也不准靠近殿门半步。是娘娘。你这丫头搞得这般神秘兮兮的，到底是受了什么委屈，还是闯了什么祸了？昨日我梦见外祖母了。梦见外祖母？外祖母都过世多少年了，怎么突然入你的梦了？前世今生重生之谜实在太过怪诞，若直言相告，只怕会被当成疯子。
青青，你莫要诓我，是不是那张家给你的委屈受大了，才让你开始胡言乱语了？我没胡说，阿姐，你听我说完，听完之后，你便可知我说的准不准。行，你说，我听着。在这宫里，王皇后待你是不是一向不薄？这是自然，皇后向来端庄大度，我与她相处倒也还算融洽。那此前你被册封贵妃时，王皇后是不是亲手赐了你一个东西？她说那是她亲自一针一线绣的香囊荷包。我不曾与你言语此事，你如何得知？我还知晓，皇后说，陛下最喜着薰衣草味儿。这些都是外祖母告知你的。这荷包里藏着令女子怀不上子嗣的邪药，深宫灭灭，人心险恶，阿姐可要万分提防。说起来，我有数月未见你了，还有阿诺，下回你进宫便带着他一起，本宫有些想他了。是，我心中已明白，表姐已经动了心思。难得进宫一趟，方才又说那些糟心事，陪本宫用过午膳再走吧。表姐美意，秦秦心领了。只是先前与萧大人说定了，他在早朝后等我一同出宫，若让他久等，倒显得我不懂礼数了。原来是萧大人在等着，那本宫可不敢拦着了。青青，那张言心术不正，实非良人，离便离了，不必为此自轻。我朝银封宽明，向来不计女子二嫁之事。你日后若有了中意的人，只管来告诉本宫，哪怕他家门槛再高，本宫也定替你向陛下求一份赐婚的恩旨。多谢娘娘厚爱。见过贵妃娘娘了。表姐精神尚好。萧大人，你就这么干走着，一点也不好奇我方才与娘娘在殿里说了些什么？这是姑娘的事情，若是姑娘想说，自然会说；若是姑娘不想说，萧某不便多问。你不问，我却偏要告诉你。方才娘娘拉着我的手，语重心长地交代，说我朝民风宽明，绝不忌讳女子二嫁。娘娘还特意叮嘱我，若是我在外头有了可心的心上人，只需进宫同她说一声，她定会亲自替我向陛下求一份恩旨，保我风光再嫁。贵妃娘娘待林姑娘，当真是极好的。娘娘一向最疼我。听说了吗？那兵部侍郎张岩竟然带了个肚子大的乡野村妇回来，硬生生把太师府的千金给逼走了。何止啊，这叫宠妾灭妻！我还听说那林姑娘刚出家门，刑部侍郎萧大人就亲自敬业，两人同进同出的，亲热的很呐。我赌萧大人是真心的。陛下，微臣冤枉。那萧雨仗着身份勾引微臣发妻在先，又趁微臣在南方公干，怂恿内子与我和离在后，此等夺妻之恨，微臣求陛下做主啊！夺妻之恨，真看你是恶人先告状。有人早已将你如何宠妾灭妻、如何食言而罚的劣迹呈报于朕。张岩，你承林家之恩，却行此等狼心狗肺之事，如今还敢诬告重臣，传朕旨意，副侍郎张岩品行不端，恃宠而骄，即日起降品2级，罚俸3年，闭门思过，滚出去！这真是大快人心！香草，你听见了吗？张岩内司想诬告萧大人，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降品2级，罚俸3年，活该他偷鸡不成蚀把米。可不是嘛！听说他在御书房出来的时候，脸比那锅底还黑呢，全京城都在传他的笑话。除了这些，坊间还有另一则谣言，传得更广。还有什么谣言？总不至于又是说我表姐坏话吧？有谣言说，虽然张岩休去发妻一事与我萧雨无关，但是倾慕林青青姑娘已久。什么？这种事传到陛下耳朵里，岂不要治你个结党营私，或是觊觎同僚内眷之罪？陛下已经知晓了，他今日在御前令我务必亲手查清楚散播这则卑劣谣言的源头。那你可查到什么眉目了？需不需要我找表姐帮你在陛下跟前分说一二？我没查。为何不查？这关乎你的官声名誉，万一坐实了……不查，因为这个消息原本就是我亲手放出去的。萧大人，你竟然亲口向陛下认罪了！你可知私传这种流言，会让你在朝堂上被多少的称上一本？认罪？我实话实说，何罪之有？
林姑娘博学睿智，当知晓名节二字对女子的重要，可也该知晓，如我这般孤身一人，家中无长辈操持的男子，若不先闹得满城风雨，又如何方能名正言顺地准备聘礼，上门求娶你这般住在闺中的姑娘？这是想求娶我？虽然前世在这老槐树下日日相伴，虽然我重生之后确实存了心思想要勾搭他，我甚至想过，哪怕是厚着脸皮顶着一个被休妻的二婚女的猪头，这辈子我也要用尽手段高攀他这轮明月。但是前世的他分明是个冷若冰霜、不近女色的权臣，这一世他怎么会如此直接？自初见起，我便倾心于姑娘。从前姑娘名花有主，萧某只能在隔壁枯坐远观，不敢有一丝亵渎。可如今你我二人，男未婚，女未嫁，倘若姑娘肯垂青眼，萧某今日在此事永对天发誓，此生此世便叫我万箭穿心。别说这种混账话！哎呀，我这心跳怎么突然不受控制了呢？那萧某先行离开了。小姐，小姐，你要吓死我不成？你乐什么？捡着金子了？金子倒是没捡着，倒是瞧见了一出好戏。奴婢方才在假山后，收拾草木时全听到了。你这小丫头，竟敢偷听主子说话！小姐别恼，那萧大人可说了，倘若姑娘肯垂青眼，萧某发誓。哎呦，那眼神看得奴婢脸都红了。到底听到什么了？不准乱说！若你肯垂青眼，萧某发誓，此生此世永不相负。哎呀，小姐，大人说这话时，那眼神都要把您给化了。滚滚滚！你这小丫头，书没读多少，学舌倒是学得快。看我不撕了你的嘴！小姐脸红了，我就说呢，这几年咱们在隔壁住着，萧大人每次看小姐的眼神，总跟看别人时不一样。那是带了钩子的。说真的，小姐，萧大人当年可是一瓢状元，如今天子门生，又生得这般俊美不凡。更难得的是，他在京中这么多年都洁身自厚，哪儿都比那姓张的强出100倍去。您刚才为何不干脆应了他？我哪儿是没答应？可您刚才分明没点头啊！您只说……我说，若要提亲，需他与家中一长者携媒婆3书6礼，正大光明的上门。哦，对，小姐您确实说了。咦，小姐，那您的意思是您心里早就同意了？我哪是答应了？他想娶太师府的孙女，哪能这么便宜？我只不过是教一教萧大人，求娶2字该怎么写罢了。那个林青青，若不是她在外头勾勾搭搭，我儿怎会被陛下责罚？她以前仗着太师府和贵妃的名声，哪次出门不是风风光光的？老夫人宽心，这林氏刚和离就住到萧大人隔壁，确实有些不像话。她以为离了我张家就能攀高枝？做梦！我在京中结交了这么多夫人，定要让她名声臭大天。这林氏平日里不像婆母也就算了，本性更是粗鄙不堪。林氏实乃恶妇无疑，自己是只下不了蛋的母鸡，还极其善妒。前些日子差点害得侧室罗氏滑了胎，险些让我张家失去宝贝孙子啊！你们可得离那宅子远些。林氏趁着我儿不在京中，常借口去春风院小住。你们知道的，春风院的隔壁那可是萧府啊。小姐，你还有心思在这晒太阳呢？那张家的老毒婆现在满大街的泼脏水，说您跟萧大人私通。奴婢这几日气得饭都吃不下了，一出门就被那些碎嘴的小厮指指点点。小姐，咱们就由着他这么糟蹋您的名声。他想说，便让他说去。他如今跳得越高，回头摔得就越响。设计被修离带走嫁妆，那只是个开始；张岩被降品罚俸，也只是个开始。精彩的压轴大戏可还在后头呢。话虽如此，可小姐，怎么萧大人这段时间不见踪影？那晚求完亲就没信儿了，他到底去哪里了？不知道，他说让我等他。来来，坐下一起嗑瓜子儿。小姐，您心也太大了，您自己嗑吧。奴婢现在就去街上挨家挨户跟他们撕破脸澄清去，我要对抗那老毒婆。急什么？时间还没到，你就安心吧。你家小姐我啊，吃肉吃菜吃糖吃点心，就是不吃亏。哎呦，喜
玉儿，我这一身没给咱家丢脸吧？义母说哪里话？若无您当年的那4两银子，哪有今日的萧雨？原是如此，前世只知他礼待严家，却不知这4两银子的恩情重如泰山。如何提亲是我先前为了试探他亲口说的，但该如何应对这场众目睽睽下的求娶，我可没教过他。青青，我可都听你的。哎呦，林姑娘，您瞧瞧，萧大人是当年声名大噪的一团状元，如今更是位居刑部侍郎，生的那是俊美无尤，气质沉稳，秉性更是高洁的没法说。这样的好儿郎，你可真是有福气啊！老身我啊，真是打心眼里替您高兴啊！这可是京中多少春闺梦里都求不来的情郎啊！如今萧大人的一颗心全显在林姑娘身上，你们2人站在一起，就是一对天造地设的璧人。林姑娘，您就赶紧应了这门亲事吧。不可。这又是为何啊？萧大人学富五车，名传天下，是顶天立地的铮铮男儿，更是国之栋梁。在青青眼中，大人如清风霁月，高不可攀。而我虽然曾经身世显赫，也算知书达理，品貌端正，但如今我家中长辈皆已亡故，更重要的是，我已是嫁为人夫的2嫁之身，又遭休离，且京中皆知我成婚3年一无所出。如我这般名声狼藉且不能生儿育女的女子，如何能够配得上萧大人这般好儿郎？姑娘谬赞了，什么高不可攀，什么家国东梁，在姑娘面前，萧某不过是一介凡夫俗子。几年前，萧某还只是个落魄书生，得姑娘好心帮扶，方能考中状元。从那时起，我见姑娘1朝钟情，2朝通心，3朝念念不忘。姑娘当年嫁作他人妇，乃是全了长辈之愿，是信守承诺。萧某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，虽恨不能早些识得姑娘，却也知道君子有道，彼时只能远视，绝不敢有一丝亵渎。后来姑娘被休离，那是张岩食言而肥，恩将仇报，是那负心汉自掘坟墓。姑娘即便身处泥潭，亦能断然离去。萧某心中不仅不轻看，反而更欣赏姑娘这份没有委曲求全的过人心智。至于子女之事，更是荒谬。萧雨此生求娶姑娘，只因爱中姑娘这一人，能得我们2人的血脉后代，那是上天垂怜，固然欣喜。若是没有，此生有姑娘日日相伴，萧某已觉圆满，并无遗憾。只求姑娘能垂青眼。萧雨今日以此身仕途起誓，一日待姑娘如此，来日定应如故。如有违事，叫我官位不保，万箭穿心。是，这般至情至性的男儿，老身走南闯北几10年，当真是头一回见。青青3生有幸，方得萧郎此情，那我便高攀萧郎一回。好，喜事，天大的喜事啊！你这萧姨，平日里铁面无私，今日竟为了个女子求到朕跟前来了。臣此生唯此一愿，求陛下成全。林太师之孙女，又是何贵妃的表妹，配你倒也使得，朕今日便如了你的愿。你们是没瞧见，萧大人当时在那儿起誓，非林姑娘不娶。林姑娘贤淑啊，在那儿推辞，说自己配不上。可萧大人硬是说没林姑娘，他这一辈子都不成家。当真？这林姑娘2嫁之身，竟得萧大人如此厚爱，可见那张侍郎当真是没眼光，丢了珍珠捡了榆木。如我所料，我们俩的事迹传遍了整个京城。哎呦，你们是没瞧见，那林姑娘是真有自知之明，为了不耽误萧大人的锦绣前程，那是拼了命的婉拒啊，眼泪都快下来了。这林姑娘倒真是个明事理的，可惜这出身配个寒门状元本是佳话，如今落得这般名声。可不嘛，结果萧大人在那儿发了狠，说这辈子非他不娶，哪怕断子绝孙也认了。林姑娘这才在他这一片至诚下动了心，点头答应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萧雨这种青年才俊，怎么会看上我张家踢出去的破鞋？老夫人，这赐婚圣旨都快下来了，您还是顾好自家那位降了品的儿子吧。林青青这个蠢女人，竟会天真的以为男人能够一辈子只守着一个女人，更何况她还是一个生不出后代的残缺女人。萧雨那厮不过是一时新鲜，等过2年，她自然会后悔娶了这么个不会下蛋的黑心泼妇。听听，这就是那个张侍郎说的话。
他撇如萧炎的前妻，萧侍郎却视如珍宝。这会儿啊，他倒像个疯狗似的发癫嘲讽上了。就是他，这是好酸的语气。莫不是看见前妻嫁得更好了，心里后悔的要死，在这儿给自己找补呢。天哪，这陪嫁的香龙都快排到城门口去了吧？真是十里红妆啊！可不是嘛！当初她嫁给张家时，张家那穷酸样哪见过这阵场？如今林姑娘以二嫁之身就能求得亲赐的凤冠霞帔，比头婚还要大胜100倍啊！当年张家就一顶小轿，连红针都没铺，如今这凤冠霞帔可是陛下赐的，多大的脸面！大家伙瞧瞧，这才是良缘！萧大人一张长远，这可是按着最高规格求来的婚典，谁敢说半个不字儿？吉时已到，新人就位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送入洞房。撒桂圆，十全十美，圆圆满满；撒花生、瓜子、糖果，子嗣延绵，后代满堂。二位新人珠联璧合，一生幸福，两情相悦，三生元修，无离无弃，流年大喜，把守颜老，百子千孙，万事如意。青青，这一刻我等得太久了。既然等到了，往后大人的日子怕是没那么清静了。见过夫人，夫人晚安。属下等自今日起为夫人命侍从。小姐，您瞧瞧这气势，咱们萧府上下那是真把您当正经主子疼呢。我上无婆母搓磨，下无姑叔搅扰，这日子确实舒心。大人，我不过是出个房门，这等阵仗，在这京城没人能再轻慢你。夫人，过来。大人，东西都备齐了。青青，这是我这些年存下的所有家当，现在他们全都归你。这是咱们家的地契，共计10份。这是房契，除了这处府邸，另有老家的祖宅1处，京郊避暑的良院1处，京城闹市口的铺面6处，其余的金石玉器你也一并收着。还有各大钱庄的存银银票，总计……行了行了，快收声！萧大人是当官当糊涂了，这财不外外的道理都忘了，万一被哪个宵小听了去，你这刑部侍郎的门槛，怕是要被贼人踏破了。那夫人是收下了？那是自然，从今往后，你人都是本夫人的了，你的一切东西，包括这性命，也都是我的了。求之不得。夫人既然已经下了旨意，那为夫自然遵命的份。只要夫人不弃，萧某这身家性命，随时请夫人使用。笑什么？主子的气儿也是你们能冤派的，还不肃静！都给本官记清楚了，即日起，这萧府之内一切以夫人为先，凡夫人之命，即为本官之命；凡夫人所指，即为萧府所向。听明白了吗？知道了。府中一切以夫人为先。即日起，全家地位，夫人第一。若有人敢对夫人有半分怠慢，莫怪本官刑部的手段不留情面。知道了。全家地位，夫人第一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能白占了这第一的名头。香草，来来来，每人都有份儿，大家尽管把心搁在肚子里。咱们夫人出身名门，最是心善不过的人。多谢夫人。只要大家日后做好分内之事，对夫人忠心耿耿，夫人和老爷自然不会亏待大家。是。今日这每人5两喜钱，是夫人和老爷赏给大家沾喜气的。多谢老爷，祝夫人和老爷早生贵子，百年好合。这一世，我终于是这高门大院里真正的主人，而非那个被草林裹尸的弃妇。我也谢谢大家的一番美意。行了，心意领了，喜钱拿了，都散了吧，该做什么做什么去。是夫人。夫君，既然礼毕，我们也该去给义母敬茶了。义母一生孤苦，我虽想尽孝，却终究是粗心男子。
我替义母谢夫人周全孝顺。夫君不必客气，他当年在那般境况下还能舍出银钱救济于你，这便是再造之恩。我继承了你的夫人，身为人媳，替夫君孝敬她本就是分内之事。义母，请喝茶。好孩子，快起来，快别跪着了。义母没别的大本事，这一辈子也没攒下什么稀罕物，这是我自己绣的，里头是一点压岁钱，虽然寒碜，却也是义母一点心意。孩子们，快收下吧。多谢义母。义母，请进门仓促，没备什么贵重谢礼。这盒中是我母亲生前赠予我的一个玉镯，义母对夫君恩重如山，今日这玉镯就当是儿媳妇孝敬您的，求您务必收下。使不得，这可使不得！这般透亮的宝贝，我这粗手粗脚的婆子哪里带得起？太贵重了，万万使不得啊！义母，当初您省下口粮供我读书，那4两银子对您来说是全部，对我来说是命。当年您心寡手贱，并未改嫁，一心拉扯大唯一的女儿。可你也知道，那昭进门的女婿并非良人，不仅不孝，还觊觎您养老钱。萧某如今虽贵为侍郎，却不能眼睁睁看着您在老家受那女婿的搓磨。这镯子是青青的心意，您若不收，倒是让青青这心腹心里难安了。义母，夫君说的对，您若回了老家，受气不说，我们夫妇在此锦衣玉食，又如何能心安？从今往后，您就安心留在萧府，咱们夫妇便是您的亲生骨肉，定会为您养老送终。青青，林青青在哪儿？阿奴，你这丫头，许久不见你了。我这人你还不知道，天生就喜欢云游四方。前阵子我在南疆挖药材呢，你差人往姨母府里带信的时候，我也刚回京城，这不屁股还没坐热，就来找你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重生之后，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提前结下了和诺。前世由于我没能在这个时候联系到他，直到我惨死，他都还在云游。当年和诺为我这般拼命。香草，你去院门口守着，任何人不准靠近，半步都不能退。是，小姐。阿诺，我这次专门让人把你找回来，是有一件掉脑袋的大事要托付你。这话只在这屋里说，绝不能让第三个人听见。青青，你放心，咱们两家什么交情？从小一起长大，情同姐妹。只要是你林青青的事儿，别说是刀山火海，就算是闯皇宫，我都去的。表姐宫里那个香囊，里面的脏东西，你可仔细查验过了？我昨日一进宫就去了月坤宫，亲自验看了，那药阴毒的超乎想象，长时间贴身带着，一点点损伤根基，让人难以受孕。若是再晚2个月发现，就算是神仙下凡，也难救阿姐的身子。但你记住，只要我和诺在，就没有救不回来的人。你只管放宽心，我给阿姐配药调理，把宫寒和毒素一点点清干净，不出数月，我保她稳稳怀上龙种。当真？那真是太好了！只要表姐平安，我这颗心总算是能放下。荷包呢？那个装着邪药的荷包呢？王氏，你害我不能生养，你不得好死！贵妃失了子嗣，便疯魔至此，竟敢空口白话栽赃本宫，传旨降为嫔位，终生禁足。陛下，这桩尘封10年的月坤宫自焚案该翻了。萧雨，你想造反吗？那是魏氏畏罪自尽，早已定案。畏罪自尽，这是当年负责行刑的杀手临死前的血书，这是被买通的纵火内文的供状。表姐何氏非自焚乃他杀，是你在他发现邪药后灭口，又放了一把火，制造自焚假象。王氏，尔之罪孽，天理难容。阿诺，你这风尘仆仆的，是特意跑来告诉我阿姐身子有救这个好消息的？阿姐那儿我自会照付，但我今日这一趟是专为你而来的。为我？我身子除了前些日子受了些寒，并无大碍啊。废话少说，坐下。你进门3年未孕，京城内那些嚼舌根的把你说成什么样了？你自己就不想知道真相？这不孕不育之症，在这京中本就隐秘，那些医术高明的多是男大夫，
我总觉得男女有别，实在忌讳让他们相看。正是因为你们这些贵女忌讳多，才给了那些庸医和恶人可乘之机。阿诺姑娘，我家小姐这病当真能治吗？外头那些大夫都说小姐是断了香火的命，若是你也没办法，那萧大人那儿……香草，别胡说。阿诺，你就直说吧，我受得住。青青，那些庸医的话你也信？你根本不是不孕。真的？我刚才仔细查验过，你的内里并无异常，更没被人下过什么安扎损药。你这儿啊，是经年累月的宫寒之症，生生把那块地给冻住了。阿诺，不瞒你说，我小时候调皮，那时候不知来事儿，每逢见了红，总觉得身上燥热，便背着人偷偷下水游泳。后来每逢那时，便腹痛难忍，像是有冰渣子在肚里搅。直到后来叫我娘知晓了，才阻止我干这等蠢事。你呀你，堂堂太师府嫡女，竟能干出这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荒唐事儿。放心吧，你还年轻，底子尚在，既然有我在，天大的寒气我也能给你暖回来。不过交情归交情，医术归医术，包你病愈。这诊金一次收费1000两。1000两？何诺，你去抢钱庄都没这么快吧？就不算犯法了？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我可是大晋朝守法的百姓，怎么能算宰自家人呢？只要能治好夫人的身子，莫说1000两，多少都值得。这是1000两，全当辛苦费。若夫人身子真能痊愈，本官再备一份重礼谢你。这大哥莫不是当官当久了，变得人傻钱多了？青青，你家萧大人可不是傻，他这是钱多人痴，痴情的痴啊。何诺入府，与香草日夜照料。药虽苦，心却暖。月余后，身子渐愈，人也鲜活了。大喜！萧夫人大喜！月坤宫传来急讯，贵妃娘娘有喜了！当真？表姐她真的有喜了？千真万确，陛下龙颜大悦，已经下旨重赏整个月坤宫，赏赐流水式的送进去了。太好了，这第一步总算是走稳了。陛下年过40，这3年后宫半点血红都没有，皇子公主们就寥寥无几，可不是吗？贵妃这一胎，陛下必定看得比什么都重，这可是关乎国本的大喜事。今日百花盛开，本宫蒙圣恩设立此宴，诸位夫人们不必拘礼，尽管恣意开怀，赏花吃酒，畅所欲言便是。臣妾等叩谢娘娘圣恩，祝娘娘玉体康健，小皇子福泽万年。瞧见没，那是萧侍郎的新夫人，原是那张家的弃妇，没成想转头就成了侍郎夫人，这命格当真是贵不可言。如今贵妃娘娘有喜，她这做表妹的更是风头无两，新婚不久便在这宫宴上做了上座。风头上又如何？这世间女子生不出孩子，就是低人一等。白瞎了萧侍郎一表人才，饱读诗书，却净做一些断子绝孙、娶个不会下蛋的丧门星这等对不起祖宗的晦气事儿。我要是萧雨他亲娘，这会儿棺材板怕是都该摁不住了，非得跳出来掐死那败家崽子不可。亲亲，你个毒妇，你不得好死，你断子绝孙！这婆子是疯了不成？贵妃娘娘正怀着胎呢，她竟敢在这儿提什么绝孙的晦气话？嘘，没看萧夫人的脸都白了吗？萧大人如今圣宠正浓，她这是活腻歪了。青青，冷静，恕可忍，忍也忍不了。这老毒妇前世害死我主仆，今生竟还敢在大庭中之下咒我夫君，辱我名节。义母，莫急，这种自找死路的货色，让我来。
哪来的恬不知耻贱婢，敢在这天家里满口喷粪！一不顾贵妃娘娘金安在此，竟敢口出丧门恶言，胡言乱语，是为大不敬；二不敬朝廷大员、国家栋梁的先母，当众折辱逝者，更是为大不敬；三是你这老妇当众毁人名声，眼中全没皇家礼法，该死！你这等祸害，实在该死！娘娘开恩，老身一时糊涂，绝无冲撞娘娘之意，娘娘恕罪。张老夫人这话可偏了，不敬本宫也就罢了，可不敬朝廷命官，折辱其已故先母，此等行径，哪是一句糊涂能接过去的？贵妃娘娘饶命，臣妇知罪。不过方才萧老夫人说前两项本宫明白了，可关于萧夫人不能生养这一条，京中传闻已久，莫非此事张老夫人说的不对吗？回娘娘确实不对，民妇作为萧雨的义母，也算是轻轻的半个婆母，自是对儿媳的身子了如指掌。我家儿媳妇不过是小时候落了寒气，常年宫寒，不易得子罢了。与前夫孽缘近3年，未能有子嗣，或许是她宫寒所致，又或许是这年头到底谁才是那个导致不能生儿育女的源头，不查一查，又怎知那种子到底是好是坏呢？你此话何意？你敢编排我儿有疾？哼，没什么意思，不过是好心提醒一下，张家好歹也是6品官邸，总不至于穷的请不起一个能瞧清病根的好大夫吧？我儿子没病，他强壮得很，否则那罗氏肚子里的孩子是怎么来的？明明就是那林氏有病，是他这个下不了蛋的母鸡不能生。你放肆，满嘴污言秽语，竟敢在本宫面前称母鸡！张老夫人实在聒噪，吵得本宫头疼欲裂。来人，请张老夫人出去，往后月坤宫的帖子不必再发往张家。饶命啊！听说了吗？百花宴上，萧夫人的义母说了，林氏不过是宫寒，未必不能生。那是何意？难道那张侍郎？萧夫人那义母说的妙啊！既然不是女方的错，那前3年无后，到底是种子不行，还是地不行？我看啊，这事儿悬了。百花宴后，不仅是我可生育的消息，连带着那张岩或许并无生育能力的传闻，也成了全京城的笑柄。瞧瞧，这就是那位张大人，听说没？百花宴上都传开了，他那前妻换个坑就能生。葛晴这前3年没动静，是张大人这种不行啊！可不是嘛，那罗氏肚子里的，指不定是谁借给他的种呢。闭嘴！你们这群烂嘴的贱民！本官强壮的很，罗氏肚子里的就是张家的种，谁再敢胡言乱语，本官送他去刑部大牢！嘿嘿，珊儿，想死哥哥了。听说你现在住进了关老爷的宅子，穿金戴银的，可不能忘了咱俩那点恩情啊！王富贵，你疯了！这是张府。怕什么？那姓张的不是去修缮水局了吗？当日你爹娘要把你许给我，若非他横插一脚，你早就是我王家的人了。那是你喝醉了强闯我家，才有了这孽债。这孩子若被发现不是他的，咱们都得死。你快走！好一个衣不解带的照顾，好一个张家的子嗣，本官守你护你，你竟敢给本官找个痞子来当爹！这就是你口中张家的后代？说，你们到底瞒了本官多久？原本我也无意诓骗你，只是那天你离开南疆之后，王富贵喝醉了闯进门，强诬了我。不料这事儿就是这么准，那个月我就断了月事。夫君，我怕呀。我只能去水渠营地找你，当晚缠绵。我只是想让你认下这孩子，保住我的命啊！报应，这就是林青青给我的报应。夫君，我错了，求你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饶了我这一次吧。情分？你让本官喜当爹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情分？把这2个贱货卖到最苦的矿山当奴隶，生死不论。我要让他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好嘞，大人，进了矿山的，还没见谁能活着出来的。放开我！张大人，这里是萧府，请自重。
青青，林青青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小姐，您快瞧瞧，那厚脸皮的张大人居然找上门来演戏了。青青，我被那毒妇罗氏骗得好苦，如今我已将他们发卖，我才发现这世间唯有你是真心待我的。我日夜思念咱们在太师府初见的模样。青青，咱们复婚好不好？我一定八抬大轿再娶你一次，从此以后我眼里只有你一个人，好不好？张大人，你这眼泪流得可真及时。只是这酸死人的深情，莫不是在南疆修水渠时跟那些戏子学的？青青，你还是怪我的，对不对？只要你能回心转意，我愿意在这儿一直跪到你点头。本夫人现在是萧大人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你在这儿卖弄深情，是想试试萧府的奔子硬不硬？关门！青青，你出来见我一面吧，你不能这么狠心啊！小姐，这人怎么能无耻到这种地步？当初休妻的时候那般狠心，如今被麻雀啄了眼，倒想起咱们的好来啊！我见他做什么，没得脏了眼。夫君，你下手由着点，莫要把人打死了，惊动了官家，还要费神去平，打得他断手断脚就行了。好嘞，夫人，你且回屋喝茶，外头的事交给我。青青。萧雨，你竟敢当街殴打朝廷命官！打得好！这种宠妾灭妻又想吃回头草的厚皮狗，就该狠狠教训。张岩，你是个垃圾，但若再敢上门磕碜我夫妇二人和我的萧府是垃圾场，下一次我连你的第3条腿也废了。杀人了！刑部侍郎杀人了！陛下，陛下要为微臣做主啊！那萧雨仗势欺人，当街行凶，竟将微臣的腿生生打断。微臣冤枉啊！混账东西！陛下明鉴，萧雨他朕是说你混账！你公然在重臣府邸门前调戏勾引良家妇女，你置天家颜面于何处？置我大晋律法于何处？陛下，臣护卫家眷，虽下手重了些，但实乃迫不得已。萧青何罪之有？张岩品德败坏，德不配位，此等境遇实属活该。传朕旨意，张岩行事荒唐，不知廉耻。即日起降为8品小官，发配其直北苦寒之地，做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令，永世不得调任回京。萧小姐喜事，真是天大的喜事！您是没瞧见张岩在朝堂上那副窝囊样？瞧你这急火攻心的样，先喝口茶缓一缓。那张岩在陛下面前是如何被抬着出来的？他呀，还真以为抬个担架装个残废就能让陛下心软呢。他在大殿上哭的那叫一个凄惨，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告咱们大人的状，说大人当街行凶，说您不念旧情。呸！结果陛下龙颜大怒，不仅没降罪咱们大人，还直接在那奏折上批了红，说张岩德行亏损，不知廉耻，当众勾引良家妇女。陛下当场就传了旨，把他那6品的官阶生生薅到了8品，还嫌他在京城碍眼，直接打发到那个什么旮旯县的地方当个小县令，永世不得调任。小姐，这还不够爽快吗？他那种娇生惯养的人，到了那种荒凉地界，怕是比死还难受呢。还不够，这种死缓一般的折磨，虽然能出口恶气，但还是太便宜了他们。我要的是他亲眼看着自己苦心经营的一切崩塌，要他在那荒僻之地日日夜夜受那恶果的反噬。不过也不急，如今大势已定，他们在那边自有其他的老朋友候着。贱人，若不是为了你，老子还在村里逍遥，怎会受这份罪？死了！呸！真不经使唤，扔进乱葬岗，敢逃跑，乱棍杖毙！萧路，传刑部令，8品县令张岩在任期间贪赃枉法，滥杀无辜，证据确凿，罪名罄竹难书。他自以为天高皇帝远，离了京城便能为非作歹，却不知这法网恢恢。夫人所言极是，圣旨已下，张氏一族诛满门。这就是那个贪官张岩，听说当年宠妾灭妻，遭了天谴，如今总算要人头落地了。斩！哎呦，我的小祖宗们，萧公子、萧小姐4殿下，你们慢点，仔细摔着。嬷嬷快别喊了，越喊他们跑得越欢呢。瞧那萧家的小公子，跑起来跟他当年一样脚正生风。这是本宫今年亲手酿的头茶，你尝尝味道，还是不是从前那个味儿？表姐，这酒酿子酸酸甜甜，最是暖心。京城谁人不知是您的绝活儿？青青喜欢就好。你若想要，本宫让工人再给你盛一碗。这酒娘子虽好，
可我不想一次吃个腻。从前总觉得大雪封路，前路皮茫，可如今瞧着这些孩子，我便贪心了。表姐，往后岁岁如年年，我可都要进宫吃您亲手做的酒酿子。那是自然，只要本宫在一天，这酒酿子便断不了。爹爹，夫人，该回家了，马上备了你爱吃的鹿肉。好。夫君，你看这雪真白，之前我觉得这雪冷的出骨，如今倒觉得它是这世间最暖的东西。以后我守着你，再不会让你受半点寒意。前世那场冬日的最后一片寒霜，终在2个孩子的欢笑声中消散得无影无踪。